象研究室，我是主持人 Yumi。Hello， 我是玉珠老师。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面相的人最会偷吃？我们要从哪里看得出来？哇，这个偷吃啊，很多女生都会对这个感情的问题特别有兴趣，都会问玉珠老师说：“老师，你看看我男朋友，他的面相会不会偷吃？”对，偷吃的话，基本上很简单的方法，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就是他的眼睛会比较白的部分比较多，人家说三白眼可能是上面白一点，下面白一点。这个夫妻宫、婚姻宫右边男生有痣的，对，左边有痣的叫克妻，右边有痣的叫做偷吃。所以一颗痣比如说他这边一颗痣，可能偷吃一次；2颗痣可能偷吃2次。因为这个地方是跟我们的脑组织、跟我们的小脑、跟我们的肝相连属，所以这个地方出现有痣，就是说里面有病，外面长痣，所以它小脑出现了病变，所以他会偷吃，就是他有容易受影响，受到一些这个女货的影响，就是说比较贪鱼贪色因为最近他就是出了状况嘛，对，所以我们就想说来研究一下金秀贤的面相，就是这么帅的男生为什么会？对呀，他看起来就是文质彬彬的，然后就是国民的男神嘛，对啊，算是大家都很喜欢这位大明星嘛。可是我们看相不是那么简单是因为我们看相，我们是人相学是那人相学主要是要看他的目前的运气，要看他的流年我们先算一下，他是今年38岁，对不对？38了。我们35到40跟眼睛特别有关，对不对？眼睛叫情缘宫，也叫做财源宫。你看他眼睛很好啊，看起来很单眼皮，看起来很帅啊。然后仔细看一下，不得了，他眼睛有点一高一低，这边比较高嘞。你们这边眼尾这个往上翘了有没有眼尾？一般来讲，我们的眼睛是这一点跟这一点是要平的，有没有？它是不是比较高一点？有没有？眼尾高一点，有没有？表示眼睛是一高一低，一大一小，就是他有情绪化的问题。所以眼睛上扬人个性有时候会比较，就是比较主观啦。他很聪明很聪明很冷静然后再来38岁来看鼻子，你们看他鼻子他鼻子很挺啊。没有，你仔细看，他这个中轴线这边有点骨头有点歪了耶，你们看到他骨头有点歪了，你看看这边骨头不是那么直，不是那么直，这边有点歪来歪去，因为我们看相以中正为原则，一点点都不能差，所以他这个地方鼻梁比较歪斜的人，他说心术有一点点的比较自私啦有时候比较不正啦，我们不能讲说，但是它的严重性也是有啦才会影响，而且他现在你们会觉得很多人要不叫他去拍广告，影响他的工作运是鼻子我们都知道跟财有特别有关这个跟事业有关所以你看这个鼻子歪了，当然就影响他的财库了嘛，是不是？那我们看男生第一眼就是觉得说，这个人到底善不善良，有没有邪念？我们要看哪里？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眉毛看个性。眉毛看个性。如果我是看，比如说个性，我们要健康好、智慧好、个性好。健康好就是鼻子要够挺眼睛要够有神眉毛跟个性有关，眉毛一定要过目一定要超过眼睛的尾巴但它这个眉毛好像我是这样看它眉毛有一点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我眉尾有点眉压眼眉压眼嘛，眉压眼个性它这个眉毛跟这边1个指头左右等于说它这个性比较急性，这个地方也跟消化系统有关，所以它这个个性很急性，而且它看起来很温柔，它脾气不是很好啦。会打人吗？打人的话就是
这个是倒还好，因为他可能会因为眼睛够冷静啦。因为为什么他是明星，他打人的话，他可能就不用吃饭了，可能工作运就不见了。因为很多明星都是私底下被爆料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有暴力倾向。暴力倾向的，我们要从哪里看？眉毛粗浓。眉毛粗浓，对，眉毛粗浓，所以眉毛粗浓是有暴力倾向。不是眉毛粗浓，个性比较暴躁，然后眉棱骨比较高。眉棱骨是对对，眉棱骨就是这骨头比较高的，骨头比较还好，但是它主要是眉压眼，眉毛比较粗浓的，所以他脾气也是有比较不好的个性啊。他眉毛要细呀，眉毛细个性比较温柔啊，眉毛比较浓的个性就比较粗暴啊。可是以前我们都想说，眉毛浓的男生重感情，不能找眉毛细的。没有哦，我觉得我们看一下以中正为原则哦。比如说你眉毛浓就要配眼睛大啊，眉毛细配眼睛小，他这个不配啊。那他这个有点眉压眼啊，而且眉毛太浓啊，你仔细看一下，是不是？而且他眉尾好像这个眉毛有点不太顺，这个地方有点断，就是断眉就影响个性，就是这边有接上去的感觉。你看我这边画一下，你看它是这样子，我们这边是这样子，这样，对不对？它是直接这样子，这样它就影响它的个性。所以老师眉毛很重要，眉毛是看个性，也看情分宫，缘分的分。就是说你跟我有没有缘分，像眉毛比较稀疏的缘分就比较少，感情运缘分比较薄，所以眉毛还是跟我们的肺啊，跟我们的肝相连属，所以眉毛比较短的人脾气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路上看到有的人眉毛很短啊，脾气不好，就一半而已，很急躁。他眉毛他是属于内急。那如果断眉的呢？断眉影响个性啊。脾气有时候会比较倔啊，或者会影响他的婚姻啊，他属于内急。为什么？双眼皮的人属于外急，他是单眼皮叫内急，再加上眉毛短叫内急，所以他脾气是有急的个性啦。所以老师，什么样的面相的男生容易情绪崩溃？我问过一个药师，他说现在很多人都想不开啊，比如说很极端的甚至最近很多明星啊，很年轻啊，30几岁就已经就去天国了。为什么？他觉得人生没有希望，因为就跟他的个性，他觉得他那么努力，为什么我得不到我要的结果？他觉得干脆人生就结束算了。那其实他的五官是有藏着一些秘密，他们的五官都会挤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印堂有没有？是印堂比较窄的人，钻牛角尖，患得患失。一般来讲，印堂要2个指头，或者说眉毛跟这个眼睛，这个地方要眼睛张开1个指头。这个五官挤在一起的人都是有忧郁症的，而且眼神就已经没有神了，就是闪闪的。已经没有憧憬，没有希望，所以眼神也是呆呆的，所以五官也不能挤在一起，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五官就要中正，中正就是说，比如说三庭啊，均等啊，比如说额头啊，三庭额头啊，额头运不错啊，额头跟我们的事业运有关。他现在是38嘛，对，35、40是走眼睛运嘛，是。那我们是学人相学，所以我们要配官，配官还配鼻子嘛。还要配颧骨嘛，他颧骨比较弱，颧骨比较不弱，我觉得男生没有颧骨就比较没有担当了。这个老师有跟我说过，对，没有担当后就会影响他的家庭运啊，还有社会的工作运啊，都会影响，所以他现在是走中庭啊。所以老师他这样算是没有颧骨吗？我觉得颧骨比较弱他们这个多少还是有动过吧，他们就比较起来了。就鼻颧要有配啊，鼻子高，颧骨就要有配。这个颧骨没有，是表示他中年运会比较辛苦，没有助力啦。这个是自己这朋友的助力啦。老师，我们刚刚提到他现在已经38岁，对。那你看他也是今年出现这样子的新闻事件嘛？对，所以是他的从刚刚你分析的流年，对，然后他的
五官，他就眼鼻子睛一高一低嘛，没人生不可能就一路很顺遂嘛，是可能有高有低。是当你碰到的，我就觉得他低调一点，他现在就影响他的工作运。为什么？鼻子为财帛宫，跟他财库有关。那鼻子有点歪，就是影响他的运势。而且他看起来好像很温柔，对，其实他非常有个性的，对，真的哦，对，他看起来很温柔的脸啦，没有，但因为他眉毛就已经很粗浓了，这种，因为我们看相是看得很仔细啊，看得很，就是说明眼妙视，我们看得很清楚，差那么一点点就差很多啦。所以你看他眼睛这边比较高，一高这个是比较低，这边很明显这边比较高嘛。眼睛一高一低的话，就是会影响什么？他的情绪，然后他的个性，他的个性比较主观，看起来很温柔。你不要看，人是要相处才知道。比如说你交往男女朋友，不是3个月到3年才会真正的了解，刚开始怎么可能嘛？可是老师很多时候，有的人可能交往了10年好了，甚至20年，他可能都还不认识眼前人。很多夫妻相处了一辈子，可能不可能，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呀、怎么可能呢？相处，比如说他是跟你的个性一不一样，看眉毛，比如说你眉毛浓，你就找眉毛浓的男生，你眼睛大，你就找眼睛大，至少你要内双，你就不能找眼睛小的。所以比如说看法一样，我本身是算是双眼皮、大眼睛、双眼皮，我找的对象不能找单眼皮，对，不行，看法不一样，因为你个性急，他个性慢，那就容易有一些瓜葛，容易吵架，容易一些问题出现嘛，因为他就是我们急死了，他就是慢慢的，我们的生活就很容易有一些摩擦啦，很辛苦的。明白。那他现在38岁，老师你觉得他这个关他过得了吗？我觉得气色，如果说他气色还比较辛苦啦，如果说可能要过39，走嘴巴运会比较好一点。就过完生日到明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明年就转好了，会比较好一点。他走眼睛运还是辛苦，为什么？35到40都跟眼睛有关嘛，对，所以这5年当中眼睛还是有影响的。所以要说运气要好，就是第一个流年要好，五官长得合乎相医美的标准，对，而不是说长得对要合乎，比如说眼睛啊大小一致啊，鼻子啊跟眼睛要配啊，比如说。你鼻子也不能太小啊，鼻子也要配合颧骨啊。39的话就要配嘴巴了，他嘴巴还可以了哈，嘴巴算是形状蛮漂亮的，还要上扬嘛。对，不过他嘴角有点一高一低了，这边比较低，这边比较高，所以有时候他会强词夺理，跟人家唱反调，这样子。所以看相很仔细的。所以老师他目前是辛苦的，是辛苦的，因为现在很多邀约啊，他做广告都已经断了嘛，断就影响他的。人都不能做错一件事，做错一件事，整个就掉入深渊了。所以我们做事情一定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努力去工作，不要说有那种贪念，或者说想要害人家。我觉得那个你要说。一个人的健康好、智慧好、个性好、成就就好，他可能就影响他的个性，影响他的身心。因为做演艺人员压力特别大你不能有一点点的误差，有没有？可能就是人家就把它放大，就影响他的运势不然他小人是有的啦，小人是有的。我们今年的话，38就是鼻梁嘛，他鼻梁38眼睛嘛，眼睛有点一高一低，所以会影响就是。有一些波折啦，眼睛一高一低就有波折，然后他眼睛是单眼皮冷静的，然后对事情会比较有点上扬的，很主观啦，有时候会比较好强的个性，也挑剔啦。往上扬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眼头跟眼尾是要平行的，他这个已经有点往上翘的感觉，有没有看到？很明显，有没有？你看看这个看相就是1分1毫就不能差了，很仔细耶。我们学这个30多年啦，这个都是要帮助人家的嘛。然后我主要是觉得他的鼻子有点不正，不正的话就是歪的吗？对，所以他脊椎有点问题，这个跟脊椎有关
所以我是没有摸他的骨相，我们都说啊，骨相看格局啊，哦，这个叫前三呐，那后面叫后三呐，那你前三好，那后三扁头，那也是辛苦啊，等于他忍耐力不够啊，他中年就有波折啊，所以我们也没摸到骨哦。我知道流年，我知道照片，然后还要看什么气色啊？我气色我没有看到啊，看本人是不是有黑眼圈啊？看看是不是鼻子有什么苍瘤啊，有什么红血丝啊，还是额头长痘痘，我们就看本人啦，这就没办法，还配手啊，你手的温度，手是不是热的啊？手的温度是不是影响大的？我们人相学很艺术的，要看手相配官。好，你问我说，老师，我什么时候可以结婚？面相是看不出来的，只能看手的手纹，小指下面有没有结婚线啊？有结婚线就可以结婚，没有结婚线怎么样都结不了婚，只能找个伴哈，搞不好连伴都没有，所以这个是看结婚线，就是结婚线这边。对，手一定要热啊，手一定要热，热的话表示你的血液循环很好，你的气色，你的精气神很好，所以你现在正在走运。如果手很冷的话，表示你现在是不走运。那你改运就是要看医生啊，靠自己啊，是不是？了解。对，所以老师那个气色也会影响。气色是看目前的运气啊，比如说你最近，这样好了，如果说你心情很很气，好，你这个地方印堂一定有长痘痘的。你最近吃力不讨好，工作的话他妈工作老半天，然后呢，老板就是给你很多的压力，你这边可能长了很多的痘痘，或者是说你这个地方这边周边环境很烦，这边都会青筋爆满表示你现在不宜外出，不适合到国外或者是工作运会有阻碍，所以这个气色叫大运。所以这边是尽量要保持。这个地方是大财库，这是大财库。对，这个是财，你这个是大财库，这个小库。对，眼睛叫财源，鼻子叫财库，这个叫大财库。你看哪一个大老板这边不是很饱满的？没有，这边窄窄的啦，没有。好像是对呀，所以我们要找对象就要找一个至少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不然太辛苦啦，我觉得。所以我们女生找对象要找额头饱满的、一高弹开的，鼻子不要太塌的啊。对，我要讲的就是说艺术老师其实我这个人虽然年纪有了，可是呢，我学这个那么久，主要就是要帮助各位见相识人，认识自己啦所以你找对象，第一个这个地方决定不能凹这个脑有问题。这个是那个这个夫妻宫啊，对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讲点好像有点不太温柔，不太那个夫妻间是唾液跟内分泌交换，我们都知道是吗？很酷吧？很酷对，唾液跟内分泌交换，没有人讲这个，只有艺术老师是老师教我们，香香老师教内分泌跟唾液交换，所以你的内分泌好，你的唾液好，你就给对方身心愉悦什么叫科期呢？科期不是让你挂掉，不是那么简单的。可是我们传统听到科期就是再见，拜拜，就是克掉了。科期就是亲着吵架，身心不愉快，是常常吵架，你意见不合然后你让我生气那就身心不愉快，这也叫科期然后如果说生病也是科期嘛，因为内分泌给你不好的给你嘛，对，身体不好也是科期，然后事业不顺利也是科期，然后呢再严重就再见，有人嫁10个老公10个老公都再见的。这个我就不方便讲，这个不能对人我只是对象。所以你如果鼻梁特别塌的，或者是这个夫妻宫特别塌的，还有鱼尾纹的，鱼尾纹也不好鱼尾纹就是它有病理啦，就是有问题了，它肝有问题了，小脑有问题了。鱼尾纹不是年纪大才会有的，没有的年轻人就有鱼尾纹了。对，因为我们看太多了，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塌的，这个地方比较凹陷的，有鱼尾纹的可能就要小心一点，要把关。可能找这个对象对你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总结对象不能额头太窄，至少差不多像这样4指可以了，4指啦，4指不能低于3指啊，那太窄了，那表示他心胸狭窄。交往之前先量一下，4指啊，比如说那不能低过2指，那就太低，这没什么成就啦，年轻运太辛苦了。低过2指是什么样的长相？有啊，很窄啊，就要已经这个都已经碰到眉毛，这2侧都有毛发进来，都已经。他9岁开始打工了，我就认识啊。他因为爸爸早走嘛，对啊，爸爸跟父亲比较少缘啦。面相的确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命运的秘密，我们的命运就写在手上跟脸上，手跟脸。是的，是的，很酷，对不对？很酷哎。对啊，因为我们人相学啊，我们人相学就是讲那年那个月那一时那一刹那，爸爸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妈妈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帮夫望子。那个晚上不能，听说我们老师讲不能台风天，关键也不能吵架，也不能肚子痛，要风和日丽的时候生出小孩子就是贵子乖宝宝啦，很屌，对不对？很屌啊，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个晚上，我常去演讲，我就跟年轻小朋友讲说，你找对象一定那个晚上要生出好的小孩，这个晚上关键太重要了，而不是妈妈肚子掉下来那一刻，完全不一样。是在开心的那一刻，开心的那一刻要学会了吧？你们都学会了哈啊！真的很棒，对不对？学到了。对，而且我们这就是想要帮助很多的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虽然玉竹老师呢。苦口婆心啊！我学了那么久，那研究了那么久啊！我是想说，我们感谢我们的优蜜哈，这个小姐姐，漂亮的姐姐，是她促使这个网络可以发挥帮助很多大家、很多朋友、很多的观众可以学到这一派别很特别。外面的派别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也不是八字，也不是紫微斗数，我们完全是人相学，我们还要摸骨，还要看流年、看气色。还要看肚脐看肚脐，对，晚运、老运啊，看肚脐很好玩，对不对？很好玩，因为我们刚今天录第1期嘛，所以就是之后还有很多比较特别的，对，因为我已经学了很多了我们老师很多特别的，我希望我们老师可以传承下去老师的精神传承下去，你觉得好不好？很好，很棒。对啊，老师讲很多，那我也希望说把老师讲的我记得了全部把它教出来。那我们都不尝试。老师，那照你这样子说，面相这么重要，对。但是现在有的人他可能透过微整形，那是可以改善吗？他的命运？这个问得好，因为我基本上都在医美演讲。